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周冠廷，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陈玉珍，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佑之，大家好。好，那今天呢，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OK， 那很多观众朋友大概你也透过新闻画面看到，左荣泰院长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当然，那非常沉重的讲了，因为宪政上面来讲的话，那因为很多违法乱纪的一些事情，所以呢，针对财划法。那它不会附属，也不会执行 ，OK， 这是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一次。那接下来会出现呢？大家讲接下来出现，包括蓝白会要倒阁。那接下来呢，会不会出现解散国会？甚或会不会上了街头？火车真的要对撞了吗？好，那今天很多都跟法案有关系。那接下来呢，包括反年改的修法，就是停砍年改年金的那一块也三读通过，接下来也会这样子吗？一路都是如此吗？那蓝白阵营针对这个又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对策？而这些法案，包括今天陈忠委员在现场，那助理分享这件事情，那待会委员跟现场来宾大家也直接的对话，所有跟法案有关系的，是造成今天走到了这个田地吗？大家都在担心的是有那个 D-Day 吗？真的或是火车对撞，结果又会怎样？不过一开始让观众们先看一下今天左荣泰院长在召开记者会怎么说的。来，今天在这里。很严肃而正式的召开记者会，我要向国人同胞报告行政院重要的决定，针对立法院今年11月14日三读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案，本人身为行政院院长，将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第37条决定不予附属本次的修法。行政院已经穷尽宪政救济的各种可能，而今只剩下不附属这一途径。若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附属的决定有意见，可以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投票来制衡。来，冠廷是先跟大家讲一下，那院长已经说不附属了，大家在想说接下来呢，已经三读通过的，就是停砍年金的这个法案，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一路这样下去，刚才卓院长也直接说了，如果立法院有任何意见，我们的白话文就是倒阁吧，那你们就倒阁吧，就不信任投票来制衡。所有这一切真的就要走上这一段了吗？宪法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相互制衡。当立法权独大的时候，行政院要有权利可以制衡；行政院独大的时候，立法院也要有权利制衡。这就是宪法的一个精神嘛。那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中华民国宪法，现有的制度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制衡的一个机制在那里。比方说，今天立法院它可以透过一些方式，然后去对行政权做监督。可是当立法院如果通过一些法案，它有违宪的疑虑，或者是窒碍难行，在行政单位无法接受。行政单位现在有什么方式可以制衡？当然很简单嘛，有3种救济手段嘛。第一种救济手段最常用的跟最正常，如果是一个承平时期，不会有像这一届立法院这么特别的状况，那大概就是释宪最清楚嘛。今天行政院认为说这个法案有违宪疑虑，那认为说可能状况就是我们无法执行，那有侵害到行政权等等，那最佳的情形不会产生什么纠纷，那就是行政权跟立法权有疑虑，司法权来介入，那释宪。然后最后大法官去做解释嘛。但现阶段为什么刚才卓院长会特别在下午的记者会讲说已经穷尽一切努力？因为过去已经有好几个案子，立法院通过之后，行政院认为没办法执行，可是我们送释宪没有用啊，因为现在宪法法庭是被瘫痪的状态。然后于是这个时候有了2种处理方式。一种处理方式当然就是后来就是行政院提复议嘛，那提复议之后，立法院当然就是否决了复议。那否决了复议之后，你现在看起来，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所有的学者专家讨论，或者是无论是我们台派支持者，还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有效去制衡这样子一个立法院的一个提案的一个状况，我们大概就2种嘛。一种就是其实在今天宣布之前，本来我们以为行政院会用的做法就是。行政院长一样去附属，那附属了之后不执行，但是送释宪，那很显然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做法。在上个礼拜5，赖总统跟51个立委民进党的讨论，那讨论我也先还原一下当天的状况。当天现场的情形其实2种
解法跟2种建议都有。有人认为说，那我们就继续用，就是附属了，然后呢就不执行，然后就释宪就好。可是其实非常非常多的立委，甚至说我们非常多的支持者，还有很多的民意认为说这样子太消极，应该更上升。在上升一个阶段，如果依现有的宪法里面，我们有的权利是什么？就是宪法第37条规定，总统公布立法院通过的法案的时候，行政院长必须附属。那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它才公告才有效嘛。所以今天后来行政院长、卓院长跟赖总统，等于说他们选择的方式是好。那赖总统他一样就是该公告的动作他都要做，可是行政院长行使了这个不附属权，那所以这个法规就无法公告。讲法是这样讲，那回到制度，那就是一个制衡嘛。就是说今天立法院通过这个法案，行政院讲白，无论刚才讲的，我认为有没有违宪，还是说窒碍难行，就是认为无法执行。那这个时候他能够做的最后宪政上的救济手段，就是不附属啊。那不附属这个法规就无法公告，无法公告当然就无法生效。好，那当然会有人讲说啊，这个国民党的朋友就在那边讲说，哇，那你们当皇帝就好。没有，宪法里面也有给立法院防御跟进攻的权利。立法院可以进行倒阁，因为如果你认为行政院长你怎么可以不附属，这么不尊重立法院，立法院都通过了法案了，那你们可以对行政院长提倒阁。那我也先讲了哦，国民党今天后来又新出新招，跟那个民众党他们讲说，没有，我们不要倒，要倒阁哦，那要先倒赖清德。我跟你讲，你们平常最喜欢讲遵守宪法，那就遵守我们的宪法嘛。要倒阁以外，你还要倒赖清德，那你就按照宪法里面罢免总统的方式去做啊。你该几个人提案，该多少人支持，这是宪法都有规定的嘛。行政院长不是任何人的橡皮图章。过去行政院长曾经有过不附属总统，在李登辉时期，李登辉人事案，郝柏村院长对他有意见，所以行使了不附属权。那今天行政院长认为立法权侵害到行政权，他当然有权利进行不附属。那最后讲到底，行政院长做这动作，立法院当然有权利讲你不尊重立法院，可以嘛？他可以这样讲嘛？那如果行政院长那么不尊重你，你这么讨厌他，你在宪政上面你能行使的权利就是你倒掉这个行政院长。我觉得今天卓院长态度已经非常坦然了。一个院长他愿意说啊，不然你们就来啊，你们就提起不信任案啊，这就是因为累积了很久。那在现有的宪政手段，唯一一个可以救济的手法就是这样。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行政院最后能够做的手段就是这样子。OK， 来玉珍，看来那个你听到行政院长、卓院长刚刚有直接讲，那尊重立法院，如果要是真的对他就有意见的话，就倒阁吧。刚刚冠廷也讲，他们认为这是在宪政上面，他们走到最后的一步，不得不尔。很多事情因为比较复杂那很容易积非成是。以财划法来讲，我就是财划法的召委，负责审查的主审查者，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那个以理来讲行政说的多没有道理。他说没有办法执行是因为会违反财政纪律法，要举债5000多亿，什么公债法。跟各位报告，财划法修的是中央跟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就是说，本来是75:25，我们把那一刀切过来一点，变成66:34。我们把中央的9%割给了地方。那我们也说了，而且当初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行政院最早是说没有版本，现行版本就是最好版本，给他时间他也不提，他现在提出来。我们也说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因为钱变少嘛，你事情没办法做那么多，事权可以重新划分，我们接受，你赶快修啊，内政部。什么部会？你觉得有些东西，卫福部各个部会啦，你把你原来应该做的事情，你觉得钱变少了，应该交给地方做，交给地方啊。天灾来也是地方最先了解啊，基层最能了解啊，所以没有什么财政纪律的问题啦，没有什么要举债的问题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窒碍难行啊，没有窒碍难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说的就是我每一条都是我修的。你讲的有道理。来，我接着来，我们讲宪法。有道理。好，来，没关系，我们讲释宪。好，我们讲释宪。宪法上我们来讲宪法嘛。好，因为院长已经我们来讲宪法。首先还没有释宪以前你可以申请释宪，没错嘛然后你们说没有办法释宪，因为大法官会被我们瘫痪。没有啊，每一次来我们都有投票，你就每一次都送，你就不送人来啊？你送人来，我们就会投票。你送来就你送的人，你说大法官的人对嘛？人选你要送人过来，你一直不送过来，然后故意让大法官会开不成，然后全部都赖给国民党。然后你们都否决啊？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赞成吗？那你们都否决，你们的人选不适合啊，我们都有咨询。我每次都问，没关系，这都好，这都那你就要送人呢？没有结论就是宪法法庭没关系。接着来下一件事情，你们说这个
哦，因为这个法不好啊，不行啊，所以我不遵守。我跟你讲，中华民国国民，大家看到这个例子了吗？以后我觉得这个税法不好，我也可以不交嘛。这个全国的行政院带头解释嘛，释宪他之前说释宪前我就不遵守啊，不去那个不去做啊。那所有国民都看到了，只要是你觉得没有释宪规定你要缴税之前，明天我要缴这个所得税，我说我觉得不对，我这样解释不对，应该不能缴这个税。释宪没有通过前，我绝对不缴税。那我先问一下，那你们现在有什么对策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所有的僵化，因为想法不一样，没办法沟通嘛。对，没办法沟通，诉诸民意嘛。没错，诉诸民意，我也觉得应该诉诸民意。那怎么？我赞成诉诸民意。大家都知道，我们是2024选的哈。当然，之前总统已经要说更大的民意，就是大罢免来论啊，已经过一关了嘛。第一关已经一次了，再来一次没关系，怎么做？大家一起来重选。我们2024跟我一起选的是赖清德。第一关已经一次了，再来一次没关系，怎么做？大家一起来重选。我们2024跟我一起选的是赖清德，是什么？赖总统跟立委选，我们没有跟行政院长一起选的，搞不清楚啊。他今天如果今天我们倒戈，他解散国会，我们重选，我们又多数，然后他再派一个李荣泰、张荣泰、王荣泰，然后又不一样，我们要再重选吗？所以只好全部来诉诸民意，要诉诸民意，大家来诉诸民意，看到底老百姓是接受。所以说立法院重选，总统也重选，大家一起来，是你们不敢，我们不敢。敢啊！你按照宪法，你按宪法。你自己辞职啊，自己一起来重选。你按照宪法。所以你觉得按照宪法嘛？所以宪法没有说总统可以重选要经过多少？你们现在不满意？来，我跟你因为现在宪法不是直接那个嘛，没关系啊，你就是没胆呐，讲难听点，大家来啊。好了，一个来，先讲哦。现在行政院认为立法院通过了法案窒碍难行，那刚才玉珍委员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说如何不会窒碍难行，这我不想多讲，因为两边吵下去没有意义。对啊，想法不一样嘛。我跟你讲哦，举债多少超过公债法上限，我先不要浪费时间讲这个，因为现在已经上升到宪政。现在宪政就是行政院认为穷极一切没有办法对抗立法院他无法执行的法案，那现在宪法法庭你刚才讲一堆理由也没办法，没关系，现在宪法法庭就是没办法开，所以结论就是。那他现在就不附属，那你们的法案他就行使不附属权。好啊，这个对，那这个状况那就这样下去嘛。所以现在球是丢到你们身上。对啊，我很简单，你们现在喊说赖清德重选，不是那种我也一起重选，你就按照一起来，不要只有赖清德，我也马上跟他重选，你就按照宪法去罢免总统的规定，你们去提案，是吗？你们去说服民意，对嘛？我直接问一下，你们会提倒阁吗？因为你刚才有讲要选大家，除非我很简单，所以会提回归民意。民意，因为民进党觉得现在两边都已经没办法沟通了嘛。宪法跟民意，对吧？没错，好，宪法跟民意，好 ，OK， 对，和民意。如果你站在我们的立场，站在所有的正常人的立场想一想，我今天把他倒阁了，卓荣泰下台换郑丽君，好不好？他的想法又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要再倒阁一次？再来一次，永无止境嘛。一次说哈，不要每次我跟你用大罢免用什么？不用，全部重来一次，不然不要。改天换的不要卓荣泰，卓冠廷再选长又不一样，我今天成为你们修宪呢？我今天成为你们修宪。中华民国宪法，我觉得回归民意才是最好的。嘴巴讲多爱这个宪法，当现在行政院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利不负责的时候，你们讲赖清德要辞职。OK， 你听我讲，我们会继续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该通过什么，继续通过。你就继续不复述。你可以觉得每一个案子你都不合理。每一个啦，你们离谱的我们才不会复述。那原来谁来决定离不离谱？你自己决定的嘛，对不对？你也不送大法官来给我们看，怎么样？我们会质询哦，我不是随便。你们党调几个大法官？你自己举手否决过几个？我自己问过几个，你知道吗？我每一个都质询呢，我每次都参加大法官质询呢。义务啦，是啊，就该做。没错啊，所以投票也是我的义务啊，否决或者赞成都是我的权利啊。否决了嘛？所以一定要赞成吗？你是说我们只能举手当赞成部队吗 ？OK， 但是确认一件事情。回归民意嘛。委员的意思是讲说，就大家一起来选，对啊，总统跟立法院，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同一起选的。对，所以如果不是总统要重选的话，蓝营现在有考虑单独倒阁没有？你想想看哦，我真枪实弹选的换一双免洗筷，你要吗？这个免洗筷换完再换下一双，再换下一双。你们这么讨厌这个宪法，你们就去修嘛。我没有讨厌宪法嘛。现在就是有行政院长不是橡皮图章嘛？行政院长就是有你的解释宪法的解释，你的解释跟我的解释不一样嘛？那既然没有办法，就诉诸民意嘛，大家一起重来嘛。如果这样的话，比较快了。来，任俊，现在已经走到有几条未来的路啊。当然讲说要不要提倒阁，但是刚刚玉珍委员讲的，如果是蓝营现在的想法的话，那就表示不会单独要提倒阁这件事啦，就没有倒阁，接下来也不会有要不要解散国会这些，除非就是总统要一起选。可是现在一直往下看，那行政院已经出牌了，就是我就不服爽。那接下来呢？
那还有一种，大家讲说搞到最后，大家都上街头去，大家诉诸直接民意吗？我觉得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接下来2年半大概就是这个场景了。因为我觉得态度都讲得很白了嘛。就宪法现在就是个遮羞布。我讲白一点大家都讲宪法啊，没有一个觉得宪法很重要。因为各自有各自的论述嘛。刚刚那一大段，我老实讲，就是以前传统大家讲的恶斗嘛。因为没有任何交集啦，我诚实的说，它其实就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一个说法啦。当然，你说行政院今天这个算不算是破天荒？我刚才在跟冠廷确认这件事情嘛，因为这中间有一个角色叫赖清德。其实今天早上开始，大家就一直在看整个这政治大秀嘛。从一开始就是说赖清德抛出一个我要跟这个行政院还有这个行政立法考试，对，那这3院的这个院长进行一个查序你看应该是讲说从前天开始，对，大家就开始抛说什么韩国瑜说不去是然后我就看到2个很诡异的新闻总统府对于韩院长不去表示不解，下一个新闻是韩院长对于总统府的不解表示不解，你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嘛然后再来一个新闻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查序？是因为赖清德那一天跟韩国瑜同样出席一个场合的时候，赖清德抛出了一个讯息说，是不是可以大家坐下来谈？韩国瑜还跟他讲说，可以用查序的方式结果没有想到总统府的不解是因为你就要查序，我就是按你的方法查序，你突然给我来一个不来。然后你就看到一堆的新闻，什么解释来解释去，说什么韩国瑜其实他就是一个立法院院长，也没什么实权，也没有各党团授权给他，所以他去了等于白去你就明讲就是你去了没有用，你不想去就好了，干嘛丢出一个查序？那这个都很简单，就是累积一个熊美bun嘛。所以从今天早上10点半开始，这个情绪就一直酝酿。那你看中午之后，大家就看到就是说，等着行政院什么时间点把最后的 final 的做法说出来。事实上，刚刚冠廷讲到一件事情附属跟不附属，其实在过去一直有2个不同的声音。我们那一天同台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很多，尤其很多台派的支持者或者什么会觉得说，对，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现在蓝白多数的状况。讲白一点很多台派就觉得要干，是不是要打仗，是不是？那就一起来啦，就不要再搞以前这一种那我刚刚为什么讲就是恶斗的概念就是这样嘛就是说，从一开始推限速法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后面大概所有的状况都一样，因为你限定一开始什么2/3，后来绑定10个人，其实都同样的意思嘛，他就是要2/3嘛。那刚刚那个对话很经典对不对？你为什么不送我送了，你要核吗？我为什么一定要核？那这个就没有解了就是你就算再送100次对立法，我也赞成立法委员要审核只是这个门槛到底谁来决定？就像刚刚讲，就是说为什么你送了我一定要核过？那这边就会说我送了你又不过不等于是都一样。因为接下来中华民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立法院通过了以后，行政院如果要是像除了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像媒体报道说，像年金的那个法案也已经3读过了。如果行政院觉得说你这个治安难行，你这个有什么违宪违法，不管，那我也不附属不什么。就如果很多争议性的法案，行政院这样，那刚才冠廷一开始有讲出。本来我们有几个方式嘛，是释宪啦，什么大家最常知道那些释宪，然后接下来包括在倒阁啦，所有这些，如果大家什么都不做了，就行政我们就拿这个台化法，现在是不附属了嘛，那蓝白如果不倒阁，那怎么办？这个就这个法案不执行了，那就照以前的继续往下走，就所有的法现在是这个样运作了吗？可是显然行政已经是连。主任长都直接甚或在脸书上或什么还讲说，如果真的要倒阁，他觉得这是他的民主勋章或什么，意思就是来。可是委员刚刚已经讲了，他们才不会这样，除非大家一起来。冠廷又讲，宪政就没有总统要这时候要选好我们以后每天就讨论这个题目就可以了。精彩，就大家就天天是这个样子不是，所以我刚刚讲嘛，就宪法就是个遮羞布嘛。蓝绿其实大家都拿出来讲，好吧，那就不要遮羞布了。我刚刚讲那个其实差别是这一个啦就是说到底行政院不附属什么东西？我认为这件事情对外界来讲，其实要说清楚。行政院并不是不附属立法院，因为立法院今天所通过的这些法案要送给总统，总统另签完了之后，才有行政院附属这一段。所以严格说起来是卓荣泰不去附属赖清德的令签，严格说是这样宪法上这样没错吧？总统章嘛，对，他是不去附属总统的这一块，所以赖清德在这一段里面，他完成了总统该做的事情，是因为你立法院没有他的事。对，老实讲他变成是这样对啊，因为他的令签是这样，法律上是这样，我签了。
我行政院不愿意去在这件事情上附属赖清德的令签。所以今天左荣泰才会从昨天开始先发一个黑白照，对，哪一个政治人物一个阁揆发自己的黑白照啦？哦，那么长得一副就是准备慷慨赴义的样子那就形塑成为今天这样但我真的必须讲就是说过去在不附属的这件事，特别是刚刚看您这个冠廷刚刚提到说当年蒋仲林的那个东西，那个其实是行政院长跟总统之间的问题。对。但这一次其实变成有点内化了。我说内化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变成是我行政院不去附属总统的令签，但我摆明对着对象是立法院。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其实老实讲，我们跑新闻的都一样接下来嘞，国民党你要么是倒阁嘛，因为就很简单嘛，这件事情不然永远无解嘛民进党现在也吃定这一个，但国民党现在态度，其实我这几天问了国民党，其实我也听过国民党几个说法就说对。好，但我上次选举我也选上，大罢免我也经过一次民意的检验，我这样是2次，没理由要我搞第3次，对不对？我都过了嘛，那我干嘛没事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没关系要吵就大家来吵。我干嘛没事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没关系要吵就大家来吵。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接下来大概跑政治的大概就是这2年半的时间，因为他们还2年半左右嘛大概我跟你讲实话，国民党也不会提倒阁，民众党也不会提倒阁。虽然民众党讲说倒嘛，那就倒嘛，反正解散完了之后蓝白还是多数。民众党倒阁的话，选的就要看政党票还能不能拿到当初有8席就是说，那我没他的说法是反正我们还是多数，就我也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样。但我讲实话，这个不可能去叫民进党提。我现在看到有些国民党朋友说你民进党人数也够你这么不爽，对不对？那你民进党自己也可以自己，不然这怎么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吵。但是这一块问题为了怎么样？我觉得这中间的确有一些沟通的问题当初我们通过法的时候，其实是行政院他要先呛下说什么要在服役否决什么不执行什么要自爱难行。如果你开始就往下做，然后你的案子送降，我们就开始审，这个会期就开始，因为这个会期也有时间审。然后审的过程中，你执行，你新的先执行嘛，其实都一样，只有1年的差别而已。你是审，你就执行，执行以后，我们在这中间审的过程中。不是不能沟通，我在财委会，我觉得不管财政部或是金管会这些单位那主计都不是完全不能沟通我们那时候都说拜托说你赶快，我在主审的时候我说你送过来，那我们审，那审的时候包括比如说事权的分配，内政部那时候次长有来，我说你们都送过来嘛。那在这过程中可能就有开始的契机，就是因为行政先已经呛下说他就是不会执行我们通过的，我们才觉得那我们还帮你审嘛。还审这个新的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缺乏沟通了。OK， 但范老师来，政治学教授，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怎么解？目前是无解。我还说政治学教授，这个找大法师来也无解，不要讲政治学教授，好不好？对啊，那怎么办呢？总是要往下，中华民国要往下继续往下运作啊。没有啦，刚才陈委员。讲说，赖清德你辞职，就一起选，你辞职，然后我不晓得说，如果辞职总统也不可能改选啊。对，辞职就副总统上，就是变成副总统。我的意思说，大家一起诉诸民意啦。这不是政治说法吗？这不合学理。我觉得没有，因为他要诉诸民意嘛，民意嘛。你们可以提罢免或民意。如果说我们总统辞了，立刻可以补选，那你就罢免了。辞了也不可能补选，就副总统宣誓就职啦。那这一点大家如果有共识，你们也愿意重选，我们也愿意重选，那大家就有共识啦。那不是，这不是共识，没有这违宪呐，这怎么会政治上没有把他中副一起辞也是可以啊？那没有不行的。来，好，对啊，那就是副总统也辞，不管大家都辞，行政院长大家一起重选嘛。这说不通，这没有这个说，你们就没转，但范老师现在我们讲已经走到了，就是当行政院史无前人就直接说我不附属了这一段。现在感觉上照一般人会说，那就看在野党要怎么出招。可是委员刚才已经讲了，他们现在不会走这条路。就一般所谓的出招就是倒阁嘛，他们不会走这条路。还有别的路了吗？没有别的路，不是那个陈委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如果真的倒阁，他回去进门选，他一定选上嘛。当然。但你要问那其他立委，真的会愿意？如果真的这么豪气干云，没有说要倒阁，对不对？大家一起走。我们这个大罢免都大失败了，对不对？31席没席罢得掉，我们国民党底气够，就来一次就重选，我们搞不好把那个民众党8席还拿回来。
问题是就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我跟你讲，今天国民党他们自己都知道，今天如果真的倒戈出来选，国民党到底还有几席？还是现在52席嘛？如果国民党真的觉得我们深得民心，我们深获民众的爱戴，那就倒啊。那不敢嘛？没有，我们要求总统一直重选，因为我们倒戈换了一个，又换了一个李荣泰、张荣泰，也不是一样吗？要一直重玩吗？一次说哈，好不好？不是他，如果要你们就没有不愿诉诸民意嘛？总统也诉诸民意，我们也诉诸民意嘛。我就是国民党说实在，他自己心虚嘛，没有心虚，他就是没那个把握嘛。所以那现在反而是民进党想改选哦。那大家都有做民调嘛，对不对？你说现在你说。去年赖清德拿40%的选票，蓝白就说我们是60%。问题是如果这么有，那问题是现在如果是民进党的话，他应该觉得不要倒戈啊，因为倒戈我的席次51席可能更少啊。大家都有在做民调，但我是觉得这个形势下去就是僵局嘛。那僵局就是大家去看嘛，就到时候就是看主流民意站在谁那边嘛。所以大家就会看，你国民党从去年以来，你是不是非常理性问政？你是不是都是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所谓民进党所说的毁宪乱政？那都是你民进党乱讲的。所以大家都认为你们做得很好。那只能靠这样，那就是蓝绿各自去归队嘛，然后看中间选民。那范老师，包括刚过的那个年改的那个法案再修的这一段，对未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觉得行政院也会照这样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案子未来挚爱难行，所以我也不复述了。我是觉得行政院不要挡，就让他过，就让他过。他过了，已经过了。对啊，就附属啊，就附属就执行啊。反正军公教支持蓝的比较多嘛，到时候破产的是谁倒霉？是蓝营的支持者倒霉，就放马让他去，快速让他去。他军人加薪呢？不是啊。军人加薪也过啦，军人加薪啊，他们就不编啊，对啊，就让他加薪。警察退休呢？两位都不要意气用事，没有意气用事，不是啊，对，其实我算过了。其实我跟你讲，年改在当时来讲，小英2012年上来，对不对？年改其实他是抗争很强，因为有那些退休军公教，可是反而是主流有将军在嘛，800壮士里面，但是主流民意是最支持的，因为大部分不是军公教嘛，大部分是劳工嘛，劳工会觉得说，你凭什么你所在替代率那么高？你凭什么你现在退休1个月领5、6万块，我上班都领不到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如果是民进党来讲，你们那个年改要恢复，那就恢复啊。反正到因为你说累积小美部吗？或累积那个民怨的感觉？你就去问那边上班族，他们觉得这样 OK 吗？所以那个年改那个时候是那里面很粘着，例如说退什么800壮士啊怎么样？可是反而你看后来为什么他们后来抗争人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激烈，甚至还有人爬到立法院上面去，后来有人不幸往生。就因为你没有获得中间选民普遍的支持嘛，今天有劳工出来讲说，我支持，我反对年改，我认为军公教就是应该拿那么多，我劳工无怨无悔，大部分劳工都这么想，那也罢了啊。或年轻的军公教，你们老了也全部领光，我们老了也领不到，无所谓了，你们先领先享受，那我也没意见。那范老师，请问一下，今天从财划法，那行政长今天宣布不附属所有这些。在各自阵营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的变化？绿营的支持者会怎么看待这一段？蓝白阵营的人会怎么样看待？包括行政院长不附属以后，对于蓝白阵营的支持者，你觉得会出现什么变化？我觉得我现在反而看的是民众党。民众党这8席，我觉得明年2月1号到底会还是现在一样是小蓝吗？我打很大的怀疑。因为我觉得黄国昌和柯文哲战略不一样。黄国昌就是小蓝。我看到傅昆萁，我就老大。看到韩国瑜，就让他先受访。可是我觉得柯文哲不是哦。OK， 柯文哲其实他从以前以来，他都认为我们应该在蓝绿之间获得最大利益，而不是导向另外一方。你去看他，其实他那天跟黄国昌在那个直播，他其实也在透露这种讯号。OK， 那未来民众党8席，他会不会你现在国民党52席加上无党2席，这2席一定是国民党的嘛，高金嘛，就54席嘛。我如果8席导向民进党，会59席，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柯文哲他不一定不会这样哦。我觉得他的战略眼光是如此哦。而且
我认为蓝白合的假象很快就破灭了。不过刚刚范老师讲，因为在助理费这案，等一下我们会聊到这一块，最起码陈昭珠委员对他是有去表态，他是直接讲了他的一些想法。可是这些冠廷刚要补充，我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大家要相信民主修复的过程。其实宪法法庭到现在瘫痪400多天，当时国民党他们去修宪诉法，然后现在大法官有8名。让他10名才能开会。那无论什么原因，总之结论就是我们提的人员他不满意嘛。所以宪法法庭现在400天无法运作。那所以会有很多后作用力，比方说刚才陈委员很念之在之的军人加薪这个3万块这个事情，这个送到这个行政院跟总统府。后来就公告啦，后来也附属啦。可是我们认为它违宪，所以我们把它送宪法法庭。那其实行政院长也讲得很清楚啦，如果宪法法庭释宪结果是合宪的，那这段时间欠的钱会还的都会还。所以为什么讲自我修复过程？就是说，我觉得两边的状况，我回答一下5个，就是说蓝绿之间的支持者其实也是动态变化。我讲哦，我们是一个要对无论是我们支持者或台湾人民要负责的一个政府。那人民认为说，我们对于立法院提的夸张的、违宪的、无法执行的，我们应该要硬起来。那说真的，之前我们已经在做，就是所谓的附属，可是不执行，可是人民还是很愤怒，希望说我们更硬。那最硬，以宪法上面赋予我们权力最硬的就是不附属嘛。好，我回来讲蓝的支持者此时此刻还没有反应，可是我也跟委员分享，我相信你们支持者之后会给你们很大压力了。6比4，你们一直都很有信心啊！你们认为民进党现在就只有4成啊？那接下去的结果是，你们认为很有道理的法案，那我们行政院只要认为说这个没道理，之后就可以不附属啦，就不会生效啦。要选你们有何用？你们的支持者会不会这样讲你们？会。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提不信任案这件事情会动态变化的，因为国民党也在累积像骂本。国民党最后的玩法一定这样玩嘛，累积到最后，然后那个就讲你看你们就土皇帝都不执行，然后累积民气。现在已经讲了，现在两边各自骂对方独裁。对，那最后就让民意来解决嘛。就最后他们的支持者也会推着他们要往这里做，所以我没有这么斩钉截铁认为他们最后不会提不信任，因为我们是现在12月15号，3个月之后呢，半年之后呢，后来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倒阁国会改选之后任期是全部重算的，不是只做2年的。是说4年呢，就是新的任期啊，对，还要去查，对啊。你刚现任讲这么久，这还要去查？有来讲之前要查了，不是你现任讲了这么久，我以为现任很了解，了解啊，刚查的，有之前就有查了，这要查是重选，可很多人不知道是重选哦。所以我意思是说，这还是要讲，他是重选之后是任期重算，所以就重来嘛。对他来讲，他只要时间到一定程度，他觉得嘛某差，那就来，那就重来吧。不是，那重点是要对自己有自信啊。对啊。他们应该有自信啊！他们说6成民意啊！所以就重来嘛。对他来讲，他只要时间到一定程度，他觉得嘛某差，那就来，那就重来吧。不是，那重点是要对自己有自信啊。对啊，他们应该有自信啊！他们说6成民意啊！不，来侯者。我直接讲了，第一个冠廷刚刚讲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行政院制衡立法院，我不知道你的政治学是哪里念的，政大公行系专业科班，然后你们的政大公行教你说政治有行政院制衡立法院，有的相互制衡，宪法就是相互制衡，只有立法院，行政院对立法院监督行政院，可是行政院对立法院有相互制衡权，这是每个人学宪法都知道的。你的哪里？你拿就跟你讲政大公行本科出身嘛，就没有本科出身。好，我继续讲。好，我先讲了，就是说，复议制度是行政院对立法院制衡的你不要讲制衡，行政院对立法院的终极手段。好，反抗的终极手段。你现在终极手段之后，还有一个终极手段，以后复议制度就废掉啦。那如果说这一套逻辑可以的话，那前面提8次复议在干嘛？我现在这样讲啊，现在卓荣泰的状况是总统签了我不附属，所以我也不向总统负责，我也不向立法院负责。你现在是什么宪政怪物吗？好，总统我也不负责那个。然后我要问一下赖清德，你自己做过国大代表，现在的状况你是可以撤换阁揆，你要告诉我说这件事你觉得对不对嘛？你觉得这样的状况对不对嘛？你自己做过国大代表，你修过宪嘛？好，你觉得你阁揆这样做是不是合宪的嘛？
所以你觉得是总统应该要做？不是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根本不在行政立法嘛，今天问题在赖清德嘛。赖清德把这事情上纲到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会变成无解。一个小事闹成大事就会无解嘛。现在状况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会因为赖清德没有要解啊，就是说你今天左荣泰做不下去，托你来倒阁，然后下一个阁揆还长成这样子啊，立法院的法案永远没有办法生效，那跟民意没有关系。今天国民党当然可以说，我慢慢去拉抬我民意支持度，少提一些处理费这些案子，然后我或许到明年2026年底，我一次改选嘛，那时候我一次改选嘛，我是不是有可能会获得多数？你现在说国民党现在民意很低，我承认啊。2026如果合并跟9合一选呢，国民党一定输吗？不见得啊。问题输了上来之后，总统还是不服输啊。那如果要照你刚刚讲，他们慢慢把民意要累积，就算到2026年底一次来的话，那中间这1年呢？不是啊，我跟你讲，现在状况就是会无解，因为总统的心态不变。总统的心态不变，然后你今天叫卓荣泰来帮你背黑锅，然后做这些超越底线的事情，没有一个民主国家长成这个样子的。那你这心态不变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的死结在你这边，这个东西你会一直拖到什么时候？拖到2026的监察院全面下台，或许是一关。监委换了，看要不要去弹劾这个有没有办法去弹劾这个阁揆？现在的监察院完全没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你要不要去弹劾这个阁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2027的大法官要下4个，那时候或许那时候有解。就补大法官，然后经过立法院。对啊，你那时候或许会有解嘛，因为现在状况问题不在立法院，也不在行政院，在赖清德嘛。赖清德做法就是说我就是要听我的，不然什么都不行嘛。OK， 所以他的心态不改就会那个。但是我必须要讲说，这是宪政非常恶劣，不要跟我讲这个东西合宪啊。看到鬼这东西合哪一国宪法，就是最绿的大法官来解，也不会讲这个合宪。没有，侯志哥，你是根本性认为行政院长没有不附属权？当然啦，对，所以这就是症结了嘛。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你连行政院长有附属权，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你抄德国的，然后而且那时候不是你旧的宪法是抄德国的。让我讲一下，我讲完。好，那你旧宪法是抄德国的，那时候是内阁制的精神。好，你后来修宪已经修了，不是内阁制啦。你现在修宪修到，不管是说认为是总统制也好，你认为偏向总统制也好，行政院长附属权只会更小，不会更大嘛？对不对？你现在说我现在的行政院长比当年的郝柏村还有权力，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没了，我应该说当初郑学教授来，对，应该说我们当初在修宪的时候，行政院长不需要经过国会同意，当时就应该把附属权整个拿掉啊，没拿掉啊，就没拿掉啊。对不对？当然，我承认附属权是那个内阁制国家的，因为国王或天皇颁布法律，我首相我要附属嘛，因为他实质负责政治力权力，不是天皇嘛，不是皇帝嘛，所以这的确是内阁制的机制。可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修宪，其实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完全其实是总统制。那你也可以说。那个行政院长是总统的 CEO， 可是你附属权还是保留啦，你没有说行政院无权拒绝附属，有这样的规定吗？没有啊，所以他说我不要附属，他当然有这个权利啊，行政院长有这个权利啊，因为你没有把它阉割掉啊，不是，所以就我刚讲的嘛，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状况就是你又不对总统负责，你又不对立法院负责，没有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我觉得，我刚才主要确认说，侯志哥认为说行政院长没有不附属权，是因为合不合法跟有没有道理是2件事。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把这句话讲完，就是说，你就算认为他有不附属权，不附属权也不会大过复议权呐。不，所以你没道理嘛。所以我就要更正您的说法，就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嘛。因为范老师刚才讲很清楚了，修宪的时候没有把他的不附属权拿掉。所以我讲这本来如果当时所谓的修宪的这一些诸公们的一个精神，应该就是让行政院长保留一定程度的权利。这个权利是这样：如果他今天是打脸总统，总统会把他换掉嘛？总统有换掉他的权利嘛？今天这个院长打脸的立法院，那立法院有把他倒阁的权利嘛？这就是当时设计的初衷。如果当时认为这个行政院长应该是橡皮图章，没有任何否决立法院的权利，那附属权当时修宪该拿掉。我们是依法论法。
所以猴子哥我都尊重，你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不代表不合法。我讲完。那猴子刚才有一句话，他的意思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赖清德总统一个人的想法，造成今天变这样。没有，这就我说真的，我觉得这样会变有点廉价，变成说什么都赖给清德。就是说你认为好总统要负责，对，就是这句话最廉价。回到我们现在的这整个体制。赖清德他执政，他选上了。那现在在立法院的这个状况，蓝白之间通过的这些法案，现在看起来行政院长跟总统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啊。那现在行政院长他现在行使了不附属这个权利，然后最后回来讲说啊，是总统要负责，我就回到宪法嘛。我把它讲完，就是说刚讲了，就是说你现在的状况变成说，修宪的时候已经拿掉一部分附属权了。然后后来又在修宪的时候变成走到双首长制，它分两次，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时候拿掉一部分附属权，第二次的时候走到双首长制，所以你行政院长附属权其实已经被缩小了，不是被扩大的，而且经过双首长制之后，你的附属权已经不是理论上算不算全都很难讲，因为原本那时候你可以旧的宪法原本的宪法你可以讲它是附属权。到现在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权都很难讲。理论上它不是一个权而且现在的状况，它不是否决立法院而已，他也在否决赖清德。赖清德公布的东西，我说不算。人家天底下有这种事吗？人家冠廷都说总统跟行政院长是绑在一起的嘛，对不对？支持啊，对嘛，没错嘛。说总统跟行政院绑在一起，所以我如果是老百姓，我只会看到说，反正立法院通过什么都没有用嘛，反正总统只要觉得不适合哈，那也没有什么大法官啊，什么总统啊、行政长觉得不适合，反正就是没用嘛。那我老百姓应该学习嘛。医生可以问一下，所以回归到民意嘛。总统跟行政长既然绑在一起，我知道，总统也一起来重选，全部回归民意，好不好？他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很多的支持者会觉得，对于蓝白、对于立法院所通过的所有东西，就算大家觉得再无理，大家觉得毁宪乱政，我们也觉得你们毁宪乱政嘛，他们的支持者会觉得对你们一点辙都没有。是。为什么需要软弱成这样？那就开始慢慢调高。他们的意思是这样，没错嘛。那所以大家既然已经到这种无法沟通的地步，他们说你们倒阁啦、重选啦，我也是支持嘛。那所以大家既然已经到这种无法沟通的地步，他们说你们倒阁啦、重选啦，我也是支持嘛。然后接着，既然总统跟行政长绑一起，换行政长干嘛？总统跟行政长绑一起，换行政没用，连总统一起来嘛。不管谁有没有什么重法律，你刚才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上面绑一起啊，所以责任上不用绑一起哦。你就按照法律不用绑一起哦。所以这委员，你这样这太灰了。宪法就有规定，行政院长怎么样，你们可以让他下台。法律都有规定怎么让他下台，行政就硬要上升说啊，总统叫你下台。你们按照法律来做，你们按照法律来做，好不好？是吗？有没有听到？老百姓看到吗？行政官平常都是这样跟你说，按照法律来做。你在法律上面有两个途径。你这么讨厌赖清德，你有两个途径。我没有讨厌赖清德。你这么讨厌，你有两个途径。我觉得他可能是你一个罢免，你一个可以弹劾，那你就去做嘛。今天你们一样有权利可以换掉行政院长。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不要讨厌他。就是说，蓝陆委现在在讲说要一起选这件事情，其实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插话就讲一讲就算了啦，好，但是实际上的状况，也就是刚刚陈玉珍委员讲的，他不是不满卓荣泰嘛，所以我们不是要换卓荣泰嘛，所以你现在跟我民进党非要讲说，不然你就把卓荣泰换掉，啊，他就不是换卓荣泰不解决问题啊。我跟你讲哦，这一段哦，电视机前面观众有谁看懂？我说来这边都搞不懂。对，我告诉大家，对，我只知道哈，绿营的支持者今天下午。士气大振，我说真的啦，士气大振。蓝营的支持者闷了很久的意思，蓝的支持者正在等立法委员要怎么办？气愤呢？你能怎么办？现在卓荣泰他不附属是事实嘛？针对财划法2.0嘛，他不附属是事实，就这样子啦。那这条法令会不会生效？那不会嘛。因为我就不附属嘛，对不对？对啊。我每次在那个，对，将军问题就在这，如果不附属，大家什么动作都不做。是啊，那就摆在那里啊。不是摆那。蓝的支持者的会怄气啊，会气死！你们在干嘛？你们到底在干嘛？现在卓荣泰的不附属，你们能怎么办？那蓝的就说，有啊，委员说了，就连蔡志哲加一起选，不可能嘛！如果今天赖清德被卓荣泰打脸，他觉得极度不爽，他就把他拔掉了嘛？为什么不拔掉？他没有不爽啊，没有不爽啊。对，所以我跟你讲，绿营支持者是极度的士气大振。蓝的你一天不处理，
2天不处理，3天不处理，你的士气会垮哦。不会的。我讲会，我怎么讲？累积怨气啦。我直接跟他讲，今天呢为什么会冲撞这么厉害？你说朝大野小第一次嘛？阿扁时代也是朝大野小，朝小野大，朝小野大。为什么阿扁时代朝小野大？是啊，没事，因为阿扁时代认为说你有下台的时间，可能就做4年就没了，我忍耐一下，4年就过了。后来再忍4年，还了不起8年就过了。但是民进党现在已经是第三任了，就他会执政12年呢，所以蓝营的支持者是忍不住了，他必须叫立法委员要这样子硬来，那硬来本来是士气大振啊，你看我虽然当不了总统，我叫你修财划法就修财划法，我叫你做什么就什么，我人就多，我的法律就通过，你敢不敢违法？那现在卓荣泰说我不附属，那怎么办？卡住啦，那个一路长虹的士气卡住了耶，所以我讲。你现在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倒阁了。我就倒阁，我管你换谁的，我就倒阁。你意思我再倒，你这才叫做你才叫有 gas 嘛。有 gas 总统来。那可是我要总统你没办法。可是接下来万一出现解散国会这些怎么办？那他们就要重选嘞。对，不是我讲，很多人说会不会倒阁？说蓝白敢不敢？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我告诉你不会，根本不会。一倒阁位置就没了。到底理念重要还是位置重要？真的，我说理念位置重要，对立法委员讲位置重要啊。喂，你们是怕倒阁？没有怕倒阁，因为刚才江俊他不是怕，是不会，委员不会啦，不怕。其实重点是不是怕，真的不是怕。我们群里头在讨论这个都不怕。重点是说，就算我们倒了阁，换了卓荣泰嘛，我们真的是努力选出来，认真服务选出来的。那换了卓荣泰不会。所以我看罗冠廷，他的想法也是跟他也是听赖清德的，最终的根源不在卓荣泰嘛，在赖清德嘛。我没有很讨厌他，他是我们总统，我一定是尊重他，是大家选出来的嘛。没有，所以我讲说，但是他们没有怕啦，他们是不会啦，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嘛。倒阁如果可以解决，我们一定倒阁嘛。那怎么办？倒阁没有解决嘛，那所以我说诉诸民意嘛，民进党不敢诉诸民意啊。我理性，你们就不敢了。我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倒阁了，国会改选，对啊，你们赢了。我说真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力气去讲说不执行你们通过的法律。大罢免之前也是这样说吧？民意，我要讲白了。大罢免之前怎么说？对我们不是好，对我们不是好。让将军先补完来。我讲哈，这不叫做什么敢与不敢了。对，我就直接讲，他不会啦，他不会倒阁，绝对不会倒阁，不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万一倒阁。因为他们认为倒阁了也没用，对，所以不会倒阁，绝对不会。那我说。不管你是不怕，你没有在怕，我相信没有人在怕，尤其是民众党更不怕。对的，他2月1号就不是立委，怕什么啦？对，民众党更不怕，但是不会，因为倒阁没有用。那可是呢，你这样就被行政院抓到方法了，是吗？我遇到你，我认为行政院觉得你这个是不行的，我就不附属。你咬我啊！我们常常看电影啊，你咬我啊，你咬我，你还真的不能咬他，因为你不会嘛。所以我才说这个事情会一直僵下去。那可是这个东西在蓝营的支持者。这不叫做战术，也不叫战略哦，这叫做退缩。我觉得你应该要冲到底啊，你不然的话，你怎么叫做你的那种？我补一下，就是说，在大罢免的时代，民进党在喊倒阁，跟在今天喊倒阁这2件事情不一样。那时候你还在走的是复议释宪暂停实处分那一套，在游戏规则里面玩。你那时候讲倒阁有正当性，你今天已经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再去讲倒阁，就没有正当性，因为那就是刚会回到那个无尽轮回里面去。那我也不觉得说，我刚刚讲了这件事情，在宪法的角度，在宪政角度，虽然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多人听不懂，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不管政治学上面来，民进党是站不住脚。你或者今天的短时间内，你宣传觉得很好，你觉得绿营支持者很那个，但是问题是长时间来讲，你一定是受伤的那一方，没有人把国家玩成这个样子。范老师来，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2000年阿扁那个时候的朝小野大。其实我要讲跟现在是25年前的事情了，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第一个，当时阿扁是真的也没想到自己会选上，就他没什么底气，跟现在民进党已经执政8年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不一样，不要忘记那时候王金平扮演关键角色，他在中间斡旋。所以你是说王金平院长跟韩国瑜院长在现在会造成2个不同的结果？那也完全不一样。再来就那时候在立法院，其实民进党是跟国民党是非常悬殊的。现在不一样，现在民进党只输国民党1席，他意思是说没有错啦，你赢我1席啦，可是你不应该多数暴力到这样嘛，整碗都拿去了，对不对？你好歹跟我商量一下嘛，我只少你1席啊。
啊。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永无宁日了，就是焦土战略了。就接下来未来，我刚才这个或者说左宗泰是不是会弱势？我看不会，他后来会更强势，我要更强势啊！他说立法院更强势啊，那你也不能咬我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没错。但是我要看的是整体表现了。你国民党如果你天天都是这些傅崐萁这些人带头。你认为傅崐萁的社会形象好不好？我想大家自有公断。如果你们在找那个什么立法助理什么助理费的除罪化，全部都立法委员的助理钱要1个月56万，全部给立委，你们这样通过的话，老百姓会看的。县市议员比照办理，全部都不算贪污了。就这样搞啊，好，然后国籍法就让中配什么这个年龄缩短，你们都是讨好你们的支持者 ，OK， 那中间选民怎么看？我觉得这是国民党你们要考虑的。如果你们今天每一个立委都是这个形象非常好、清新，而且我们都是理性论证，那没话讲。问题是你今天在民众的观点是什么？我觉得，当然赖清德这次拿了40%的票。你不要忘记，2020年小英拿是57%，可是其实蓝的盘跟绿的盘来比，绿的盘是比蓝的盘大哦。OK，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不要误判情势，是说你们这样搞下去，当然民进党也会出错哦，民进党也可能出问题哦，也会扣分哦。那现在就看谁加分谁扣分，就看大家表现。不是吗？那个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说我们刚刚大家在吵这个违宪不违宪卡在宪法法庭嘛。那这个媒体今天下午说呢，这个司法院很有可能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然后针对这个宪法法庭这个到底有没有限速法违宪的部分哦，来做出裁决。那这个因为一整年里面宪法法庭都没有开会了啊，那如果他这个自行跳脱的话，那大概很有的吵了啊。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讲说，因为目前是大法官只有8个人嘛啊，那如果按照这个现况，是永远宪法法庭是没办法召开的。这个学法律的大律师现在脸都歪了啊！对，因为就是限速法，如果照现在限速法要做成违宪的裁决的话，10人开会，对，9人同意，对，那你如果要以现在，然后去讨论限速法有没有违宪？这个就鸡生蛋，蛋生鸡，整个就揪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媒体的标题叫做说这个宪法法庭复活啊，然后这个很有可能他们要跳脱这个束缚啊，自行来作为一个裁定。那这个到目前为止，老实讲啊，因为这是媒体今天的报道，因为他说这个司法院的刑事力的部分哦，事实上也有透露说本周五要召开这样一个宪法法庭确认裁判文本的评议。对。但我先回来讲，就是说，但我先加一个，因为这件事情到礼拜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因为。就我所知道，大法官里面有几位，上次已经有3个出来讲，针对这个也是不太同意，所以到底未来会好？礼拜五这是一个对，因为这是一个最新的，因为跟刚刚大家讨论都有关嘛哈。因为有没有解的第一个方法，其实来自于我有一个方法，视线嘛，对，因为你说倒戈那个看起来都不太可能，对啊。因为刚刚提到大法官嘛，其实刚刚大家讨论了一大圈哦，我突然想到那个4至328，4至328在讨论什么？你知道吗？固有疆域。当时的大法官非常有智慧啊，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这个叫做重大政治问题，不应该由大法官来做解释啊。这刚刚的其实一样嘛，各自都有各自的讲法跟论述嘛。你说赖清德的立场，这有什么困难的吗？赖清德的立场就一开始就我其实对他那句话我有点意见呐。就说一个总统的位置出来讲说蓝白立委没有汲取违宪的教训，我认为这句话过了总统了，因为他不适合，我真的必须讲哦，因为你是受到监督的啊，你不能够说我执政的我去骂在野的说你那个好，那我就要反对。但是当他那句话讲出来的时候，这个哪有什么立场的问题？他就已经摆明跟你站边了，所以。我觉得刚刚大家一直在问，主持人在问的就很简单嘛，刚刚那个都过程嘛，什么我们内阁制办内阁制不内阁，那不重要了。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已经走到今天了，对嘛？已经到今天了嘛，大家再回来谈论修宪嘛，一辈子不肯修宪，不然干嘛会有宪法增修条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了哦。行政院其实在过去一直被批评，一部分我赞成刚刚玉珍委员的那个说法，他的回应是慢的，包含到财划法这件事情，好，我们曾经讨论过嘛，你行政院应该赶快送版本。但他一直没有送，2次修法完了之后，你让蓝白找到一个啊，我修了2次，你现在才跑出一个新的版本啊，我1年要修几次？但我其实对于你完全不碰行政院，我有意见。
哦，那就回来了。当你行政院今天要开干的时候，你未来针对这些，因为现在大家刚刚主持人都讲了嘛，有几个是有争议的嘛，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嘛，是有争议的。行政院在这个阶段里面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好啊，我就等你都过了之后，我再出来跟你硬干。就是不附属的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会一直引发在民进党内部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因为很简单嘛，行政院要不要把自己也拉到第一线来？也就是我可以走以前的模式，好啊，我们就要这个公布啊，然后我就先送宪法法庭，然后送宪法法庭，我也有一个修美bun在那，反正他还没裁决，那我就不执行，那我最少避免这么冲撞的情况。但今天是我开始走到第一线了，完之后，后面刚刚主持人问啊，那我会不会每一个都这样？所以我认为回到的问题是，接下来我个人啊，我会比较看行政院，也就是说，你今天对于好蓝白这样干，这个是个事实了啦，你改变得了他吗？你也改变不了啦，你有办法改变就不会搞到今天这样嘛。但问题是，如果你都已经知道他会这样干，你要不要采取现在的模式？也就是等到所有人都拍板了，你今天出来哦，我不要，我又要站在最后这一天，我再跟你干。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哦，立法院今天要搞这个钱啊，要进自己立委自己的口袋啊，我行政院在这个部分，我要不要先提前出来？我要不要站在说服的角色，或者要跟你开干的角色？你总不能跟过往一样，都要躲在第二线，躲在第三线嘛。如果这一块都无解，我跟你讲，我们可能接下来2年半的节目里面，蓝白啊，不是蓝绿，差不多就像刚刚那样，然后一直骂而已。我补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一桌人在打牌啊，打一打之后，你现在把桌子掀掉了，好，所以大家不用再去讲什么制度了，好，桌子已经掀掉，所以你等到要再慢慢回来，大家慢慢心情平复，慢慢还收桌子，好。那是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再去讲那些制度，真的没有意义，因为桌子他现在状况就是我把桌子掀了，你们讲什么我通通可以不附属，就没有再叫拼叫给他个归打啊，没啦。不去，我刚才一开始来谈这个话题，我讲民主修复的过程，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接下去如果现在他们不倒阁。那民意会不会累积？那会各说各话，不要有认为说哇，行政院长应该怎么样，违成这样，所以接下去修复真的没道理啦，就各自讲，因为我认为没有违宪。行政院长不附属，我认为没有违宪。侯志哥认为他这样子违宪，那因为宪法你无法开，那各自说服人民嘛。对，那最后会怎么样？就是2026、2028会还嘛。对，民主就是这样嘛。如果这样讲的话，好，我们讲这整件事情其实它不是单纯的法律，甚或也不是单纯宪法问题。对，讲白一点，它就是政治上的一些事情。对你来讲，你刚刚前面有提到，那我就直接用。所以你们这一步有媒体直接用的形容词是“府院绝地大反攻”，感觉上是这一整年，2024年到现在，经过这么多一些法案，连大罢免都那样，你们的支持者已经闷到那个气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这次是整个大家从2024一次算总账到现在，是这个意思，把所有的支持者的气全部都累积起来，是这样吗？我觉得是。就是在宪法层次上面能够做到最极致，就这样子。那之前都还是在至少就是行政院长有附属，宪法有附属，然后这个行政院长有附属，然后照这样子下去走，该公告的还是公告。那如果现在是立法院直接他立了这罗法，然后我们也复议那么多次，然后也想要送那个宪法法庭也无效，那最后就只能往这边走。那我先讲支持者的态度哦，我觉得今天下午也不是说什么欢欣鼓舞，但我觉得今天下午到现在的氛围，我们的支持者比较是说，哇，那就是至少硬起来了。我觉得至少有这种感觉了。来，认为同样的道理。是啊，所以行政院的示范，大家老百姓都看到，只要你觉得你要缴的税你要交的什么东西是不合宪的，你认为不合宪的就不要交，知道吗？等到宪法法庭宣告合宪以后，你再去交嘛。行政院已经在这边跟你示范了。然后刚刚说的这个，我先插一句话，玉珍委员那个是讽刺的，你不要真的照着做。我告诉你，那会有反反社会。行政院示范在先啊，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知道你正确的。如果听玉珍委员的被抓去关的是你，不是他。对。讲一下正确的法律观念。我为什么今天要来？因为就是那个助理费嘛，有一些法律观念，有很多法律观念大家都说错，我想要说一下。会提助理费这个案子是因为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副议长联谊会到立法院来陈情然后陈情说这个助理费，因为你看这边有300多位议员了300多各不你说300多位应该是从以前到现在，对，不是累积到目前为止，当然是累积到目前为止，就国民党、民进党什么党都有啦，包括时代力量什么都有，你想到党、无党什么都有。好，那所以全国的正副议长联谊会就觉得说有问题，就说这个是不是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然后接着有的人比如说我跟你讲，比如说康裕成有助理费，他是高雄市议长，高雄，他是民进党的；曾丽燕是高雄市长，也有助理费，一个判
他一个4个月缓刑啦，一个是什么？他4个月了哈，那后来可能有缓刑，那一个是判12年了。同样一个行为样态，因为不同的人去审酌，造成了不同的结果。法官的自由心证可能不一样，他的适用解释可能不一样。同样2位都是高雄市长，2位都是涉犯助理费，然后所以法院的判决都会不一样嘛，不一样。我们不要说他是蓝或是绿啦，哈，好，我们不要说啊，李义锦可能就是缓刑，林代化可能就会死。好，那不要说还有没有分什么总统的派系啊？法院的判决都会不一样嘛，不一样。我们不要说他是蓝或是绿啦，哈，好，我们不要说啊，李义锦可能就是缓刑，林代化可能就会死。好，那不要说还有没有分什么总统的派系啊？好，那这个立委里头有5位嘛，哈，高虹安明天就宣判嘛，严宽腾啊，2审宣判的了哈。然后接着还有陈欧珀，陈欧珀也是宜兰很认真的立委，还有林义锦、林代化都有哈。好，那在这个情况下，地方也有嘛，地方有议员嘛。好，那所以所有的全国政府党联谊会不是国民党的。领衔提案的是康裕成，然后他那也不是只有他，包括其他蒋根煌什么这些议长就全部开说，我们这不分蓝绿，这个事情要来解决。好，怎么解决呢？请立法院修法。好，所以就提出了修法。所以这次提的不是先提什么中央这里，同时就一起提了，2个中央地方都有。那提的过程目的其实跟那个要把助理什么那个都没有关系，都不是为了说要把什么钱放在大家的口袋啊。这个大家把民意代表看得很 low 啦，好像说哦，你什么助理都不用请，你就可以做很好。因为字是这样写的，您先听我讲，说的是实质薪资。你先听我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哈，这是立法院的法制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里头，因为我有详细阅读啊，那时候我有详细阅读，就是各国它有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我们是德国体系嘛哈，但我们很多地方学美国，美国的助理费的国会助理费的制度就是交给议员、国会议员，然后叫做就是类似国会运作费吧。然后他的做法就是，但他有一些揭露制度，那但就是统筹给，就是统筹给国会议员做，然后但你揭露吧，然后怎么用啊？德国呢没有把国会纳入公务员职务范围犯罪范围，把他说如果处理联邦议会议员福报国会助理工作费，基于国会之力用违纪行为处罚，并以公开诉诸政治责任。这个是世界各国的都在里头，这个是法制局研究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今天这个答案出来，这些法条出来，好，当初。实际上，我注意看到那时候刚开始出来的时候，礼拜2程序委员会，礼拜5是一读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民进党有太大的声音。说实在话，但是周休日我刚好回金门嘛，然后后来我回来的时候，突然舆论很大声，但是都变成是助理是吗？治理助理，那为什么是这样？助理工会反弹最大？来，我觉得原来的法，所以我礼拜5有说这个不周延，不周延在哪里？以前呢？助理费，我当议员当好久。我以前当议员的时候，助理费是汇到议员的账上，然后我议员有一个什么劳保号码，还要发给那个，其实是很麻烦的，对我们那样是很麻烦。我们还变成算什么劳健保，其实挺麻烦的。好，那后来就把它慢慢改，改成是变成是由议会直接去拨啦，什么立法院直接去拨。那现在又要回到以前，这样就我先讲这个流程。所以这个修法的目的，并不是说啊要把什么。有人我听到什么小邱明玉就说啊，我要去选议员了，我就可以就如果一个都不请啊，你当做政治不是一门专业，你当做你不用服务你就可以选上，你当做你一个月都我可以在那边上节目，我的助理可能就在办公室在开协调会，有的可能就在地方跑行程，你可以什么都不选，这什么都不要，然后你就可以选上哦。我真的太佩服你了，你当做你是神吗？我们老百姓都是凡人，我们也是凡人，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做好我们的事情，对不对？你也是议员，你可以天天这边上新闻就可以想，可能很少了，大家还是要请助理，也要去研究法案啊，也要去做选民服务啊。那原来的意思，原来这个提案是说啊，这样比较统筹运用。OK。那如果你不统筹，如果你这样子，那当后来发生了助理工会这些事情后，好，我也出来面对，我就说啊，如果不周延，因为我是一个立法委员，我提出案子不等于是答案啊。我提案子就一锤定音吗？台澎金马这个民主社会，中华民国这个民主的国家，什么东西不能讨论啊？进到委员会大家讨论。明天礼拜3是后天，礼拜3就要排公听会。那我那天跟助理工会开会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提的东西如果不周延的地方 ，OK， 你就告诉我说什么东西不够啊，什么东西做得不好啊，什么东西你们有疑虑，你们的疑虑说你们的劳权没有受到保障嘛。我跟你讲。立委绝对不会去找助理的麻烦的啦，大家都知道原因嘛，也没有必要大家日夜几乎常常在一起啊。他们是我们的伙伴，对我来讲就是我家人，真的。我还那天跟他们讲说，我跟你们开玩笑，我说我失恋的时候陪我的都还是我的助理，我日夜跟他们在，我都没什么这么常陪我的家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去故意去刁难助理啦。那既然我们让他产生疑虑，这是我们在
修法过程中不周延的部分，那我们来开会嘛，开会。写出来吧，我已经跟工会讲了，你们要怎样版本，你们拿出来，把我们融合一下，那看怎么样。趁着现在大家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舆论在乎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舆论在乎的时候修法，这个契机赶快帮你们制定。来，现场所有的来宾，大家在节目里面都讨论过助理废法，大家都有意见。来，可以问啊，可以问。好，我先讲，刚才听完陈玉珍委员一番完整的论述之后，证明我们没有误会陈玉珍委员。就讲清楚了嘛，这就是陈玉珍委员想要推的方向了。我先讲第一个哦。看起来民怨最大的原因2个原因，一个原因认为立法委员跟地方的议员有可能自肥，第二个就是之前犯罪的都除罪了。我先第一个讲自肥，委员当然讲的这几天的回应哦，讲到我们不会剥夺助理的权利啊，怎么可能钱都放到口袋里啊？可是我喜欢有证据说证据啊，委员你自己的提案内容是，我们看一下陈玉珍委员的提案的说明，他说明是怎么讲的。他说，经查民国74年立法院经院会决议增列政府公费补助每位委员助理研究费，本旨为增强立法委员多元专业需求，弥补其财力不足哦。逗点后面，额外对立法委员之补贴，助理费性质应属立法委员实质薪资之一部分。立法委员实质薪资之一部分哦。对，立法委员对此一补助费之运用，自有完全处分的权限。来下一个，逗点。其运用范围亦不以助理费为限。句点到这里就好。来，委员让我把它讲完。好，等一下我来跟你讲这段是什么。你在立法的说明写这样子，你的态度很清楚，你就是认为这一笔钱未来交由立法委员完全自己要怎么运用都运用。你在立法说明里面直接讲，运用的范围不以助理费为限。法案是什么？要防弊。今天委员当然可以讲的很好听啊，你可以讲说我的助理权利都没有受影响。我昨晚你可以讲我的助理完全不受影响。可是未来有没有任何一个国会议员、地方的议员，因为你这个法条过了之后，他就可以欺压他的助理，把应该要拿他钱放到口袋里？以陈玉珍委员下一版本可以，大家同意吗？可以吗？下一版本可以吗？第二点我要讲，刚刚委员的态度把他讲说是法制局的研究。我当过国会助理，我当然没当过委员，我们可以互相指教。法制局的报告是圣经吗？法制局的报告里面一堆光怪陆奇、根本不可行的案子，猴子哥知道，那给你们委员参考的。你们不要把法制局的报告拿来当成天书，好不好？委员有点判断力，好不好？再来第三个，除罪的部分。今天传出一个新的新闻，就是说之前法制局有给委员，不知道是给您还是给傅昆萁，总召有一个版本。说本来的提案还有写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修正前，立法委员及其助理自用第1项及第2项费用涉及刑事责任者不罚。后来您的版本把它拿掉。那现在外界很多传闻嘛，有媒体讲说是因为严宽恒因为这个法条通过之后，他根本还没有定验，所以可以直接适用，就不需要这一条了。我觉得大家要问的是动机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回来最后讲源头。刚刚委员你讲了这些地方的议长。这一些很多人陈情，我都理解。你要解的问题是，同样一个法令，怎么有人有罪，有人无罪？对，没错。可是你一修的法条是把他们钱全部放在委员口袋里变无罪，这是铁的事实啊！怎么会修出这样子一个法条？最后一个我要讲，面对这个问题，你也承认有疏失，你也承认说不够周延，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撤案？你在那跟助理工会的回应的第3点，你明确的跟大家讲说，你最后要用修正动议提出。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修正动议很耳熟？已经在立法院吵了1年多，我们就是对于从副总召口袋里拿出来最后修正动议没有经过全民的检视，从黄国昌口袋里拿出来的修正动议没有经过全民检视，在立法院的公报找不到，至少在事前找不到，表决前找不到，没有让大家社会来讨论。你为什么要选择做法？好，以前的状况，你把它争议度这么大，你定了这，你真的会认为？全部运用范围不以助理费为限，这个钱完全由立法委员有自有完全处分权限，这是你要的吗？如果要的话，我 I fool you， 我也不知道能讲什么了。这就是放到口袋嘛。我可以每一个都回答哈。
第一个哈，你刚刚那个立法说明啊，那个就是一个立法缘由的说明。这个当然要相信法制局，因为法制局把从民国几年到几年的这整个缘由，是严格，这是严格，那个是严格，所以我当然是要相信法制局，他们研究过了，所有因为他们在立法院嘛，所有民国74年开始什么，这个是严格，把它说明清楚。可是你的修法内容就是照这个说明去写的啊，不是，你听我讲，你的修法是按照这个说明去写的嘛？您先听我讲，我刚才没有插你的嘴哈。第一个，这严格就把它写清楚了，立法说明就为什么说我们要修改这个哈？来，第二个哈，你说劳权的部分哈，劳权的部分就是说，好像一说哦，如果我们照这个通过以后哈，我们照通过之后，我们就会不遵守劳基法。哎，这个立法委员聘请助理还是要按照劳基法，不管什么都是按照劳基法的哈，不会说当立委助理就不按照劳基法。好，第三个，你说这个什么有罪没罪这个事情哈，来，因为跟立法那天工会开会以后哈，我就跟他们说哈，那你们把你们要拿出来，这一条你们的担忧哈，其实担忧就是说，如果你担心钱进到立委的口袋，我们会自肥不发给你们，那我们把这个修掉嘛。这个我也同意啊，我当天就已经同意他，写在共识里头，好，然后再经过我说给付方式不要改变好，不然大家觉得很困扰，好，可能我进来再出去，我就按照原来的方式，立法院去发嘛，这样，那至于里头，如果你们的包括什么文宣、什么健康啦，甚至是资深和那个。那个什么叫资深叫专业还是我教？我说，比如律师你要多一点嘛哈，那个有资深的你要多一点，因为有经验传承嘛哈。那这个可以我们把它写进来。好，这个，所以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叫做什么放口袋，这个我把它讲完，剩下一题，剩下一个，他答案我都会回答。最后一个为什么我不撤案哈？我跟大家报告哈，所有的立委所有的助理在那边不管抗议没有抗议的助理，每一个办公室都有立委。你们可以把你们版面也提出来，大家是要好几案并成进入委员会讨论的。我的案子提出来以后，我已经承诺了，就按照我们的共识去修改。你们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当立委，110多个立委，每个人都可以提案呢。你们要提进来送进来，赶快大家来讨论啊，讨论出有共识。过嘛，台湾没共识，那我也没办法。OK，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有意见，那身为主持人我就不表示什么这意见。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要跟委员之间直接对口，我把时间都给来宾来。范老师，我只问委，如果助理们的决议是觉得说就是维持现状，原来本无事啊，因为何必惹尘埃？那天讨论的结果，对不对？啊，你要接受吗？那天已经有决议了嘛。那天就是说，维持现状没有对他们最有利，因为他们这么几十年来，真的，他们几十年都在争取。我说趁这个契机，大家很在乎这，以前有消防有什么事情就消防法，趁这个契机大家还在乎的时候，赶快把你们历年来要的东西都写出来，我来协助。如果你们不趁机，等到这个案子这阵子风就是过了以后。没有，万一没有人要帮你们提呢？民进党那么多年没有帮，多数有帮你提没有啊？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站在这里，我会提。问一下，因为这整件事情不是说助理，不是说助理有意见以后，把助理的福利可以增加一些或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没错，但那是基本的嘛。包括除罪化的问题，包括那有没有自肥的疑虑这些。没错，除罪化。我先讲自肥嘛，自肥已经回到来。自肥的部分已经回到了，就各自给付到原来按照这个方式不变。这个我的案子会这样改哈，这个没自肥。因为他们刚讲的是你本来的案子嘛，对，没错嘛，没错嘛。OK， 没错 ，OK 好。然后第二个那个他刚刚说什么按照原来的案子，原来的问题是原来案子没有加上他们要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也必须要加。好，这个他们也同意了。OK， 好。第三个就是除罪化，除罪化部分好。我的里头是没有写，不好意思，我的里头本来就没有写除罪化。如果说民进党有委员觉得，除罪化，现在也没有啊，对不对？如果有人觉得要，也可能有人觉得要嘛，哈，可以写进来。有人觉得不要，也可以把它删掉。如果没有这个，难道我的案子等于是答案吗？你刚才一开始的前言我的答案，我的提案就是答案了。立法，我不是神啊，各位。地方议会的议长、副议长联谊会，包括你说高雄的像康议长他们来找你，那时候。不是找我，不是康议长我，是全国政府联会一起来澄清，但由康议长领衔的啦。如果没有除罪化，大家看新闻啦，如果没有除罪化，跟那300多个议员就没有关系了。我跟你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在除罪化，大家可能都误会了哈。真的，你们看嘛，因为都是法官在您是律师专业，来，我讲给你，我讲给你，不是你对着镜头说有300多个议员犯了这个法。不是，如果没有，我现在讲这个。他说是那个条文吧？你说是有没有那个条文，而不是有没有？我讲清楚，律师就听得懂。现在法官在判的时候，之所以会有的人是缓刑，有的人是什么有期徒刑12年，就是因为法官对这个费用的性质认知不一，有的是诈欺，有的是贪污治罪条例，对，认知不一，所以我们把缘由写得非常清楚。
好，原由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它不是除罪。为什么它不是除罪？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没有贪污，你可能是诈欺，你可能是别的嘛。您了解，这是不一样的嘛？您了解吗？如果照这个法，连诈欺都没有，完全都没有，都没有，也没有诈欺，也没有是法官会这样认定，是不是？也没有贪污，也没有诈欺，是法制局写的清楚。因为这里面讲的是里面没有写除罪啊，在这里面有2个，但是有写法律缘由，让他很清楚。因为这里面有2个很重要，一个是写他是委员的实质薪资。OK， 就是我的实质薪资。对。第二个，你有完全处分权，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智慧，所以法官不会因为这样有诈欺。所以你觉得法官会有他的那个按照这个的新政，是不是？按照这个没有什么新政啊，他就是这样子啊。好，那很好。就是我家的财产，我谢政府的钱，我爱怎么样分给大家，你法官要来说。但是法制局就是厘清这一点，这就是法制局厘清历史缘由。好，来，你为什么不信法制局？他政府单位。玉珍委员坐对面，我直接讲我对你这一次修法的看法。第一个你的修法在很多地方是不成熟的。玉珍委员坐对面，我直接讲我对你这一次修法的看法。第一个你的修法在很多地方是不成熟的。OK， 你都承认嘛？不周延。我没有说不周延，但我承认不周延了。不成熟，大家可以讨论。你讲不周延嘛？我的讲法叫不成熟。OK。但第二个，你在除罪的这件事情是非常明确的。他不是除罪啊，这不需要争论。我用刚刚你跟主持人之间的对话，你讲300多个人你那一天的说法叫做因为有300多个人因此而误触法网，所以我们要把法律写清楚啊。我对于误触法网这4个字，我个人是很有意见，我公开讲过，什么叫做误触法网？它不是误触法网，误触法网是我不知道，我不小心碰了。对，过去那300多个你讲的那几个例子，全部都是刻意找人头进来，然后去把这笔钱转出来。这个都是刻意为之，没有误触的问题。我来讲一个误触法的例子好不好？没有关系，我等下你可以讲，你等下可以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委员讲了一大堆法制局做了什么讨论做了什么研究，我都同意。但是刚刚委员讲了一件事情，你找了美国，找了什么？但后面有一句，他们要揭露。是没错，你没有揭露啊！你跟人家讲说不完全嘛，对不对？所以，但你很刻意的，我觉得不周延就是这个部分。不，但你很刻意，你在立法的时候你不会不知道，因为你都讲你研究过法制局的东西，它的最重点是要揭露。但是你在提案的时候却明白告诉大家讲说，我可以不要免负单据，所以你是刻意的不揭露。好，这件事情是你非常刻意为之放到这里面。我来解释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让大家质疑说，你在这个部分是明明知道，刚刚包含冠廷讲的那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拿的这个是民意代表，就是县市议员的不是针对立法委员但你光看第6条就很有趣第6条提到就是说，哇，我这个县市议会应该要针对你这个保险金啦，然后这个健康保险费啦、劳工什么钱的，你都要编列预算。你的每一笔钱，你都告诉大家讲说你应该编列预算。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又告诉你说，当我在用这些，当你这些钱拨到我的账户里面的时候，我的资用得不受限在这里面。这个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讲说，你有很多地方其实在这个法你提出来的时候，你不够周延。因为你前面去跟人家讲说，不好意思冠廷，我们2个有个家庭你老婆不要骂我，我们这个月要缴第4台的费用，要缴水电费，要缴管理费，要缴很多的钱冠廷说好，那这样要多少钱？给你要个5万，结果5万之后我没有拿去缴这些钱，因为按照你的条文、你的立法里面你是这样写的你这些钱都必须编列给我，完了之后我的资用不限在这里面，你告诉我说这里面不会有回到刚刚冠廷质疑的那个问题。好，我必须讲我刚刚为什么说你在提这个法？我不知道这个法是谁写的，因为现在有争论嘛，有人讲说是傅昆萁办公室的人，那都不重要。重点是当立法委员提出这个争议的时候，你们口口声声都说为了助理好，这整件事情其实我老实讲，争议不在助理，在公费。你们的争议真的在公费。你的自费助理谁 care 啊？你们自己当老板的你就去想办法嘛。今天大家会质疑的是，如果公费有一笔钱应该可以给你请助理，你们把那个人数把它修成得若干人，那我就讲0人以上，0人以上1个人也可以啦。好，恋人会打嘛，对不对？有人以上恋人未满嘛，不，他重点回到的是这一个，就是说我今天一笔钱给你，如果按照你的那个逻辑，我当然同意你必须要自费你必须要找助理但是公费跟自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模糊地带，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有很多人的助理是假糊的啦。
我如果大量的有人愿意说没关系，你今天需要5个助理、10个助理，钱我都帮你出，修不修这个法都一样会有这种事情。没错，没错。公费，但是我刚刚讲争议不在助理，在公费这2个字。因为你今天修的这个钱，为什么大家不能讨论？这每一笔钱都是我们纳税钱出去的。你在体验这个案子的时候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我现在随便举我都可以讲，你可以反驳我。你的这一个就是不够周延啊。是，好，来，我要回答他几个说法哈。刚刚他说哈，有包括这些，然后又不限于这些，对，这些每一个品项都出来了。对，但是又后面有一个不限于嘛哈。这个在法律上哦，这个律师就知道，常常有一些包括但不限于，就是说这些一定是要有，但不限于这些嘛。这表示这些基本的一定要有啊。我跟这两个不一样，没有，不限于跟包括但不限于不一样。包括但不限于嘛，我只是没有写成这个文字，就是说你这个健康费一定要有，什么费一定要有，但后面还有其他你还是可以支出嘛。但是这些基本的保障要有，这个法的意思是这样的，你一定要什么健康。刚那个词在法律常用，那是英文翻过来的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对啊，一般是这样。是啊，对，因为你刚刚在跟我举那个什么无关联的例子，然后我把它讲完，你先听我讲完了，我直接打脸你，因为你的文字不，这是你的文字，我们现在就以你提案为主嘛。你刚刚提到的是包括但不限于，但是对不起，你这边的叫做什么？你这边写说议员统筹项目运用项目。不限于，对啊，你没有包括，包括就写在上面那款啊，上面那款你到底有没有在看？32，你看你没有在看哦，上面不要写什么文康费都已经列举啦，列举那些你那个是议会必须要编这些钱，就是列举啊。但是到了你那边的时候，你不限于这个文字上面，好，法律我不可以解释，这边有大律师，谢谢。就是那些什么健康、文康什么都要有，对，但是后面还有不限于那些还接进来，没关系，等一下，我把它讲完。好了，有在里头，好来，那没关系，但没关系，法律本来就是可以讨论哦。来第二个哦，来，你刚刚说误诉法案，我举例，明天高虹安的案子就要判了嘛，哈，大家知道，明天就要判了。好，我举例哦，什么叫误诉法？比如说高虹安例子，我们有听到他那个什么小兔主任说，以前在吕居义委员办公室也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后来没有，我跟小兔很好，小兔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我跟小兔非常好，对，小兔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那时候这个案子讨论就讲，因为我跟小兔非常好。请听我讲哈，你听我讲，因为我没有看到他说没有哈。你看做媒体的事情不一定每个都一样，我是举这个例子哈。那法院检察官也去调查。不管他有没有讲过，至少检察官要去调查那个吕居义的案子，调查好几十个月也没有下文嘛。好，那如果他不管他有没有说过，如果有一个助理说，我以前的怎么做，其实很多议员都有讲过了，以前怎么做就跟着一直怎么做，结果呢他们犯了法，那这法就表示你的规范嘛，你不要让法官有出一数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写很清楚。那这个清楚是法制局写出来的东西，他就把规范写出来。你了解是好了，那我再回答你，因为我最常听到这个我们大哥说的哈，什么公费公用啊，这你最常说啊，不能要公费法用。对，没错，这个我听了好多次，我真的很想跟你说，你说哦，公费公用是要什么武器啊就可以买这个讲什么的，你有讲很多例子，我都有看到。我觉得你们对预算好像真的有点不了解，在预算里头，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去年选预算是要特别加了一条，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这样做，我还要再去查。所以在预算里头。预算是可以留用的，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一点。你去问所有的公务人员，这个不用我们相信，因为你们在乱砍，你们在砍掉预算的时候，永远都讲说这个预算可以留用别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吗？不，你这是2件事情。怎么会？因为有人跟我讲，我在看媒体说，怎么说啊？这个预算买这个就是买这个，买那个份，预算本来就是。这就回到了刚刚冠廷所质疑的。也就是说，当你今天大家认为说公费助理的费用，理论上面助理费大家认知是应该用在助理上面，可是你们在这边认为说助理费叫做那个民意代表的实质薪资的一部分，这个在文字上面，你如果要，你就不应该用助理费，你用别的名目我没有意见。我刚刚讲说公款公用跟公款法用概念来自于这里，你跟我扯留用有什么意义？你们每次砍掉预算之后就是可以留用，留用到最后这一次为什么总预算出问题？就是因为留用来留用完了去之后，发现这个总额跟砍掉的预算都不对，所以我觉得回到你今天修法里面，我觉得不周延的部分，你自己在法里面写的不够清楚，导致外界对于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疑虑。台湾的民情是不是可以接受说一笔钱给国会议员，然后让他去弄，然后最后去揭露？但是我们没有提到揭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不周延是在这个部分，没有提到揭露的部分。免付单据核销的这一块，你们会希望你会认同应该要改掉吗？我跟你会这个会改，这个那天有跟他们讲，那个会改，还有那个给付方式这个也改。我说这个没关系。那委员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免付单据？来，我跟你讲哈。这个案子也是法制局吗？我讲一个那个哈，来，我讲一下我知道的部分哈，我讲一一下我知道的部分。什么叫你知道的部分？我讲一下，这不是你的法案。是，但是这个中间很复杂哈。我讲连提案人都说很复杂。所谓很复杂，
就是这样案子，很多人都觉得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有争议嘛，很多人可能觉得有争议嘛，或者提出来有很多争议。但刚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因为民进党也来澄清，国民党也来澄清不分党派来澄清，就是那个议员来澄清嘛，我们就提出来嘛，那提出来以后，事实上助理的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关助理的部分，应该是考虑比较不周延。OK， 好，那因为其他的国家是这样做，我们国家的人大概没有办法接受说是一个全目录以前也是这种方式，但很不好，我也觉得很不好。但是去修成这个案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权益受损。好，那真正的部分呢，是重点要把所有的缘由说清楚。我跟你讲这个案子也是法制局吗？我讲一个那个来，我讲一下我知道的部分我讲一下我知道部分。什么叫你知道的部分？我讲一下，这不是你的法案是，但是这个中间很复杂我讲连提案人都说很复杂。所谓很复杂，就是这样案子，很多人都觉得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有争议嘛，很多人可能觉得有争议嘛，或者提出来有很多争议。但刚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因为民进党也来澄清，国民党也来澄清不分党派来澄清，就是那个议员来澄清嘛，我们就提出来嘛，那提出来以后，事实上助理的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关助理的部分，应该是考虑比较不周延。OK， 好，那因为其他的国家是这样做，我们国家的人大概没有办法接受说是一个全目录以前也是这种方式，但很不好，我也觉得很不好。但是去修成这个案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权益受损。好，那真正的部分呢，是重点要把所有的缘由说清楚。OK， 那所以我先讲了，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也是背锅的，这边吵这个吵成这样，我先讲，因为大概。大家刚刚吵很多法条，大概只有我看完，一锤定音。我跟委员看完那个法制局的版本法院版本是这样，刚刚冠廷讲，他的确在立法理由里面有藏那个东西，那个有除罪化。对。但是法制局的里面没有免检举报销，他是把付钱的方式从立法院直接拨到你账户，变成我给你立委，你立委再去拨给说，那他这边不敢写说免检举报销，意思是说这些钱反正你就是要花完。所以他只在立法理由里面有埋，这边没有。但是我再讲一个，就是说他在立法院跟地方助理的这个两个版本的差别在哪里？因为他在立法院里面把党团也用同样的方式，原本党团是10到18，他把它变成若干名，10到16应该10到16，他把它改成若干名。那我就问你嘛，不是党团要的是谁要的嘛？立法委员会就跟那个为什么地方议会党团没有这个东西？你党团的助理大家都知道，党团助理又不够用，你为什么需要这个？你要不然就把名额加一点干嘛？你就是想对那个地方想上下其手嘛。简单补充一点其实这个法案如果过了就是未来跟助理费有关的事情不用查了，于法无据查什么？是啊，那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对，就除罪化，这样子是不是帮特定人士因人设事、因人修法？我再次强调，修法绝对不能因为特定人员300个、3000个，再多都一样，犯法就是犯法。好吧，2013年的时候很多教授都有什么报销的问题嘛，会计法不是修了一次吗？对后来2019左右，20左右也有国务机要费的修法。所以当一个法律有这么多人触犯的时候，我们是要想说，是我们的法律规定是不是不够明确？的确是，所以我们把它规定的明确一点，才不会有的人缓刑，有的人12年，同样都是一件事情嘛。这个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啊，光这一届只有2%左右，都只有特定职务的人。那因为这一届越来越少，是因为前面一直传说，大家有越来越知道说，它的规定是怎么样。But 以前的人，这些人就像那时候教授一样嘛，以前的研究室怎么做，一直做下来嘛，那所以那时候就统一的来做。但我也没有说有除罪，为什么没有除罪？因为它会让法院只是认识用法的时候，知道说，这个到底统一是往左边看还是往右边看？不要这个法官觉得是看左边，这个完全可以看出来。你听我意思吗？有人判贪污罪，有人判什么伪造文书啊？我先讲了，我觉得你们这案子绝对推不下去，可以我觉得可以早早放弃啊。你刚刚讲到会计法99条，会计法99条那时候多惨烈。所有的朝野的党主席通出来道歉，都道歉了。台联的林世嘉最后被台联自己开除党籍，那是因为少了一个教啦。对啊，那是因为少了教这个。那时候苏贞昌教室，不是法的问题，那不是因为教，那个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就是民意嘛，跟教没关系嘛。觉得你们这些朝野沆瀣一气嘛。
苏文昌那时候还跑去拜托江宜桦提复议案。对不对？就教室较少。如果到现在的话，状况就直接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那时候提复议案的时候，郑丽文还是行政院发言人，还出来讲说你们立法院的篓子自己解决，我们就是不提。现在郑丽文当初自己经过什么自己不知道吗？我再讲一句话就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我提法案，我是一个立法委员，我提出来法案不周延，大家觉得不好。不赞成，这个都 OK， 因为这本来就是可以讨论民主社会，哪有人每个人跟我想法都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我们觉得想要解决问题，我们觉得想要建立制度，我们不周延部分，我们也应该承受。我说我承受啊，好，然后接着呢，至于他有没有往下推，其实也不是我个人就可以决定的，是不是这样子？法案能不能排进去，能不能审查，大家有没有意见？这个还有很长的路啊。我可以参考，因为我们如果有单独个别的个案，有用诈欺，有用什么，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法律统一见解的制度。这个在司法体系里面本来也就所以有一位法官就请求那个解释嘛，对啊，所以我就说被驳回。我们本来就有那个郭法官，明天那个高永安配那个法官，所以他本来就会有，他不解释啊。来，我先讲委员，假设我们就依照现在公报的这个版本，通过之后的通过的版本，如果依照你这个版本过的话，第一个这没有争议，就是未来所有助理费会无罪嘛。你不喜欢除罪化这字眼，但是未来跟助理费有关就是无罪，因为就是实质薪资。不好意思，第二个，洪家园也不是这样说的哈。检察不是啊，这个你问所有法界都知道，就是如此。你的版本过，这没有，连这样都没法讨论。那天检察长洪家园就不是这样说，按照这个版本也不会无视。你的版本过就变成实质薪资，这不是我说的。你的版本就变实质薪资嘛。洪家园说也不会无罪。我提出来法案不周延，大家觉得不好，不赞成，这个都 OK， 因为这本来就是可以讨论民主社会，哪有人每个人跟我想法都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我们觉得想要解决问题，我们觉得想要建立制度，我们不周延部分，我们也应该承受。我说我承受啊，好，然后接着呢，至于他有没有往下推，其实也不是我个人就可以决定的，是不是这样子？法案能不能排进去，能不能审查，大家有没有意见？这个还有很长的路啊。我可以参考，因为我们如果有单独个别的个案，有用诈欺，有用什么，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法律统一见解的制度。这个在司法体系里面本来也就有一位法官就请求那个解释嘛，对啊，所以结果被驳回。我们本来就有那个郭法官，明天那个高永安配那个法官，所以他本来就会有他不解释啊。来，我先讲委员，假设我们就依照现在公报的这个版本，通过之后的通过的版本，如果依照你的版本过的话，第一个这没有争议，就是未来所有助理费会无罪嘛。你不喜欢除罪化这字眼，但是未来跟助理费有关就是无罪，因为就是实质薪资。不好意思，第二个，洪家园也不是这样说的哈。检察不是啊，这个你问所有法界都知道，就是如此。你的版本过，这没有，连这样都没法讨论。那天检察长洪家园就不是这样说的，说按照这个版本也不会无视。你的版本过就变成实质薪资，这不是我说的。你的版本就变实质薪资嘛。洪家园说也不会无罪，你问洪家园，检察长有新闻媒体嘛？因为你说你的认知跟洪家园又不一样啊。你也不要打断我，我的讲法是。今天你的版本过了，你的钱这一些本来是助理费的钱没有给助理放到你口袋，不会有罪，这你同意吧？是吧？我的版本过，对，如果你的钱本来要给助理的话，没给助理放到你口袋，你没有罪嘛？这样讲对吧？对吧？好，这第一个嘛。但是按照第二个，所以第二个没有，就是第二个。所以你今天可以，第二个你可以少请助理，你请对不？你请当然就要给啊，当然是啊。所以第二个你可以少请助理啊。好了，你请就要给啊。第二个，你可以少请助理，然后你口袋钱就变多，对还不对？那你就会得到老百姓对你可能比较不信任，你的服务就会比较差。来，我讲个，你可以上电视，我不行哦，我一定要选民服务。不分区不用服务啊。我讲给你听，那个不分区不用服务啊。不分区不用服务，不用研究法案哦，不用质询哦，你们都当做没有王一川他说他学富5区啊。选王一川天降神人嘛，对不对？来，快点讲完。那我把它讲，因为这是因为他我这个我人嘛，每个人不一样啊，哎呦。去年到今年，对于地方议员、直辖市议员最大的一个差异，我跟于将军差别最大就是，我们本来助理费从24万一次提高到32万。此时此刻啊，有一些助理啊，有一些民意代表啊，其实也有在恶搞啊。我跟于将军就是多这个8万，我们就多请2个助理啊，老实多请，因为为什么？增加我们的问政能量，增加我们地方跑团的能量，增加我们各种选民服务的能量。可是有没有人是自己给家人的？
有，那他要负的什么风险？他要负的风险就是他可能被抓，他可能要坐牢，他可能要以后不能选举。我跟委员报告，你的版本只要今年过，去年到今年多的这8万块，就是送给所有的直辖市议员多8万，我不用多请助理，不就是这样嘛？所以为什么被骂是自肥？就是如此嘛，我就讲，34万变32万是今年才变的，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今年才变的。我所以觉得多最后来讲，我的看法，最后我讲评论，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陈玉珍委员是老江湖，陈玉珍委员不是第一天出来当民意代表，对，陈玉珍委员从议员然后当立委，我不相信你会提一个法案，然后现在跟大家讲说啊，这个不中意，我们再来调。是啊，所以我比较负面的解读是，我认为委员你完全都知道这个法条过后哪些人会没事，哪些人会有受益，我是认知你完全知道，可是你还是提出。我不认为你是小白啦，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提出陈玉珍3个字，不会画出也跟当，不会处理，不会除罪。我的意思是说，你把那个说明清楚，让法官可以认识用法清楚。你的版本现在出来之后，就是我把本来要给助理的钱，后来助理不骗了，放我口袋里，我无罪吗？洪家元的说法，检察市长都跟你说不一样。我觉得卓荣泰今天如果看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玉珍委员的表现，我不知道他心情怎样。他应该会觉得说，我更有底气了，对不对？一般民众不会不会接受你这种说法，就继续讲嘛。从助理费案呢，或是刚刚委员有讲嘛，因为反正跟工会之间有做某种程度的共识，未来不是案，可是会有其他这些修正东西或者一些的版本，那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定还是大家的关注。可是今天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史无前例，那行政院长开了记者会，然后包括说不附属，然后种种。对，赖清德总统也讲了相关的一些，这会不会造成就是宪政上破坏财政啊这些？看起来，那对于在党来讲的话，未来那会怎么做呢？会要倒阁吗？或是不倒阁？有其他一些方式吗？对于执政党来讲的话，又来又会怎么样？攸关整个中华民国未来，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